嗨，今天咱们再来玩一款小玩具，银河玩具社出品的飞速，其实就是所谓的极小系列的蓝霹雳或者叫银霹雳，盒子包装小小的，毕竟玩具的尺寸才这么一点点。作为如今市面上面更小的小比例产品，尺寸方面人形到头顶也只有6公分的高度。但是和吴医生的极小系列不同，银河玩具社主打的就是一个铁多，拿起来非常的有分量。别看尺寸小，其实还是挺压手的。身上的合金件主要是2个大脚板，以及整个的胸口位置，还有后方背包，也就是车顶的这一块机盖。来看玩具的细节，脑袋上边的这个红色的角以及面部的涂装都是有分色处理的，但是也是因为尺寸太小了，这个眼睛尤其这一块涂的会比较糊。面部用金属漆做了分色，我们可以跟指甲盖对比一下，就能看出来，哇，这个小脑袋就这么一点点。身上的其他位置也是都有做细节分色的涂装，背后这里窗户的一个分色处理。2个肩炮是插拔式的，我们把它摘掉。头部做了一个球形的关节，来回旋转没有问题，并且开口的球碗可以把头抬到非常高。翅膀这里为了配合人物造型，也是可以向上翘起来的，前后的活动。肩膀这里是一个开口的球形关节，平举360度的旋转。肘部这里用了一个开口的球形关节，来回旋转。曲臂的话，从这个口已经可以折到90度了，但是因为肩膀上面还有一个涉及到变形的关节，所以也可以跟这样对折起来。手腕是固定的动手，变形需要可以这样活动，但是小臂内侧这里会暴露着一个窟窿，也是因为尺寸太小了，没有办法做盖板了。腰部左右360度旋转，还挺紧的。胯部前踢。从前方的一个转轴可以踢到很高的位置，但是这样就会导致几乎没有什么后踢了。拳甲翘起来之后，侧抬能抬到70-80度吧。这个胯部里边的轴，这里是一个合金的零件，也是为了坚固度考虑。大腿根部左右有独立的活动转轴，膝盖这里有2段关节，对折的幅度非常大。脚踝左右有整脚的接地，但也是因为合金的这只大脚，显得膝盖的这关节不是特别的紧。整体的身材比例还算匀称啊，背包也显得不是很厚。那我们来进入它的一个非常小巧的变形过程。首先，胳膊平举起来，把拳头藏到小臂里面去。接着翅膀翻平，从这个位置看，打开后方这一块盖板，双关节折叠，抬起来，腾出来的空间，把腰部旋转180度，拧过来。现在2条腿就可以从中间结合扣在一起，但需要注意，2个大脚是合金的零件，它中间结合的位置是一个合金的挂钩，这一块会挺紧的。折起来之后，顺着后方这里的滑道。把大腿缩下去，根部这里是葫芦锁，锁到底和拉出来都有咔嗒的锁定感。接着把大脚丫子往下压，压下来之后，再通过膝盖的关节我们转一下，2个小翅膀往后折叠。胸部这里的变形是通过根部这个 Z 字的旋转轴，我们拉一下，把它提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先把脑袋往后折。然后顺着这一块的空间翻转个180度，把黑色的面转正。接着拧到下方来，再把这个脑袋往里贴，让后脑勺冲着外，整个的脸部藏到这空间里面去。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先把顶盖这里对齐，后方这里还有2个合金的插扣，跟腿部找准位置定一下，然后把车门挂过来，这里有一个咬钩。把它拼上，最后来收纳手臂的位置，我们先把它往后转，撇过来，然后顺着这里边的关节向内折叠90度，顺着这一块外侧这里把轮廓拼好，注意肩关节的走向，往后推一下它，让这一块推平，最后再找到胳膊的这一块开孔的球碗。把它完全填到下方的这个空间里。注意这个转轴，旋转90度，放过来，然后往里填。
卷动一下，让小臂完全填满这一块前机盖的下方。那这一辆小车我们现在就变形完成了。整体来说的变形难度并不高啊，但是一些细小的地方，尤其肩膀位置的转轴方向还是需要注意的。另外就是小车挺重的，拿起来沉甸甸的手感，可以看到从这里整个的车壳子外侧大部分都是合金的零件，所以也从漆面上面能看出来，上了油漆的金属零件和塑料原色是有一些色差的。但是在细节涂装方面倒是也做的大概其都有了，唯一呢就是它在车型状态下，因为变形结构关系导致了并没有侧面的车窗，所以跟这里看这块是镂空的，也是为了保证它最后人形小翅膀的一个造型，毕竟玻璃没有关节再做收纳了。这个时候两个小肩炮你可以有两种搭载方式啊，放在车顶这里也行，放在前方这儿也可以，按自己的需求插吧。变成车型后，长度来到了5.5公分左右，轮毂有上涂装，并且是铆钉穿进去的。理论上来说，这个轮子是可以转的，但是也因为我这台面太滑了，小玩具就不是那么轻松的滚动了。倒是底盘这里我仔细看了一下，不会磨到这个红边，刚刚好有一点点的间隙。其实做到了这么高的合金覆盖率啊，基本上变完形以后就是一个合金的小车，但比例上边它其实比咱们概念中风火轮这种级别的小车是要小一个号的。作为一款极小的玩具已经很难能可贵了，但是车型似乎外观看起来鼓鼓的，跟概念中的银霹雳那车型好像差了一些啊，银霹雳那个会更加的显得修长一点点。极小系列的玩具主打的就是一个迷你精致，而银河玩具社又在这其中加入了大量的合金零件，增加它的分量与手感。那么大家觉得这一款银霹雳做的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这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